很多朋友跟懒羊羊一起种菜，应该是从我的后院变菜园的视频开始的吧。今天请大家来检验一下我的造菜园结果，看看我的7月菜园。我呢也给大家汇报一下这几个月来我还给菜园做了些什么。你此刻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菜园现在的样子。先看一下跟刚建好时的总体对比。当初有些朋友留言，觉得我破坏了后院，现在这一片郁郁葱葱，色彩缤纷，难道就真的比不上草地后院吗？菜园初步建好后，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始了自建滴灌系统。这个任务的达成，不仅解决了手工浇水的麻烦，还让植物更有效稳定地吸收水分和土壤营养。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，很少长杂草了。所以我还是很鼓励大家，趁着居家的时候做了这个小工程。想了解 DIY 详情的，请点击右上角。细心的朋友也许在我的往期视频中注意到了，我铺了碎木屑 mulch， 盖上了裸露的土壤和走道的部分。这个呢，需要先把地整平了，然后量好尺寸，再铺防草布 weed blocker。每年 Costco 都有卖，买一大卷就够用好几年的。这样可以预防杂草丛生，并且减少病虫害的发生。我还加了家里原来有的垫脚石，踩上去能稳一些。最后再铺上木屑，这样做既保持了水土，看上去也比较整齐美观。这是刚刚铺好的时候，时间是整整2个月前。那时候蔬菜才开始长，还不太茂盛。为防治白粉虱，我挂上了黄色粘虫板。为了给后院增加真正的色彩，我前后种了几次花，有成功也有失败。这一片万寿菊 Marigold 现在开得正绚烂，黄色、浅橘、橘色3种颜色，还有其他的，明年找全了来种。它可以帮助防治病虫害，并且吸引蜜蜂，是我们菜园最好的同伴花卉，大家不妨多种一些。我呢是从种子开始种的，先种在花盆里长不好，移到地里，它们才 happy 了。这是2个月前的模样，而1个月前还只有零星几朵，现在已经是盛花期了。我喜欢这种一朵花可以开很长时间的品种。还有朋友给的雪菊也非常吸引蜜蜂，有机会得到，大家也不要错过了。关键这2种都非常好种，花开的也很旺盛。我在这里还插了一颗橘红色的天竺葵，谢谢 YouTuber 老何，就是看了他的视频才对家里随便长的天竺葵重视起来的。开始选的这几个品种，因为没有特别注意日照要求，最终都在全日照下长不好，平时基本放在遮阴处的。花开的再绚丽，菜园里最重要的还是各类蔬菜。花开不只为观赏，更意味着果实和收获，以及生命的传承。还有更重要的，那就是力所能及的创建一个和谐的自然小生态环境。我们今年新建的这3个菜床都表现出色。这个呢，主要种了几颗番茄，保留多枝干的剪枝法，提高了产量，品种也给力。再给大家看看我非常推荐的这颗 Sweet 100樱桃番茄，已经长了10几层果实了，还不停息。现在2米多高了，无法给它搭架子，只能随便它野蛮生长。下月大家回来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子。一直忘了给你们看番茄的同伴罗勒 Basil， 大家觉得它们跟番茄作伴还欢喜吗？这是2个月前的样子，我中间剪过1、2回，最近蔬菜多的吃不完，都把它们给忘了，必须赶快剪了，否则就要开花了。最终剪完就成这个样子了，色彩很好看吧？
这是第2个新菜床，前面我只种了3颗长豇豆，真的长成一面墙了。这产量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系红绳的这些就是我打算留种的，我希望下月可以给大家看看后面这里也挂满长长的豆角。同一菜床的后面就是我密植的Shiseido日本甜辣椒，产量也是高的惊人，2、3天就是一小筐。第3个新菜床我们主要用来种绿叶菜，因为这块上午和下午都有一点遮阴，对喜凉的他们来说非常合适。春天时还有上海青和生菜，现在呢就只剩下 kale 了。像我们这样喜欢吃 baby kale 的，几天就可以收1、2大筐。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，我春天时新圈了一块地，移栽了韭菜。经过3、4个月，韭菜越长越粗，越来越多了。夏天了还一直在奉献，每周都有收获。这一小块地就足够我们吃了。现在已经开始抽韭苔了。春天随便种下的小洋葱，这2天发现居然长大了，今天就挖了出来。看来不该把它们的叶子都剪了吃，否则可能还会长更大一些。今年是第1次种玉米，种的一般，不过总算每棵基本都结了1根。我家理工男性急，早几天就扒开看了。这棵呢，看着玉米须差不多干了，想着下面应该成熟了，但摘下来煮了才发现是好吃的，可还是摘早了。再让长个2、3个星期，估计口感最糯。进入开花结籽期的冰菜完全变了个样子，叶片皱得小小的，好在晶莹剔透还在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从没种过的这么长的丝瓜，芹菜也可以收获了。其他的蔬果呢，也争先恐后，争奇斗艳，争相奉献。每天这样随便摘摘，就可以凑够一小筐。今年真的是做到了自给自足。出走半生，回归祖辈的田园，在这乱糟糟的世界，亲身书写着自己的桃花源记，这是我们的小确幸。希望你也找到自己的桃花源。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